累了吧？我来帮你捏捏。还好有你陪我加班。我听我哥说有应酬，特意送胃药过来。我哥也真是的，留你一个人加班，自己跑出去花天酒地。我要是娶到你这么一个，肯定想把这么个。我对他问心无愧，给我送药只是幌子，他断腿是为了跟你鬼混。嫂子，要不我还是走吧，别惹哥生气。宋月华，又萍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你怎么能这么对她？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一个畜生？为了一套房，竟然给你亲弟弟泼脏水！宋月华，你要是不跟我和又萍道歉，我就不跟你确领结婚证。谁稀罕？这婚压根就没打算跟你结。恨不相逢未嫁时，爱什么时候都不晚。哎呀，受不了了！你们两个快跟我原地结婚！哎，娇娇，听说你帮又萍代孕了，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要不是宋幼华那个绿毛鬼，他们早就在一起了。宋月华，我喜欢你，以后我来照顾你。喂，宋胜华，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是胃癌，必须立刻手术。现在叫你家人陪着你过来啊！宋月华，你为什么要去给又萍朋友圈点赞？搞得他都愧疚了。你不知道他身体不好，不能激动吗？娇娇，我要做手术，你能不能？宋月华，你能不能不要再耍心机了？你胃疼不过就是个小毛病，能比又萍的腿还疼吗？你把你弟弟的孩子当做自己的亲生骨肉会怎么样？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我，所有亲朋好友都拿我当笑话，你这叫为了我？宋月华，我怀的是你们宋家的骨肉，我这么做是为了不让你们兄弟反目成仇。你倒好，一直不停的给我耍性子、闹脾气。你要是这个德行，你让我还怎么放心跟你结婚？正好，那这婚就别结了。宋月华，我还不知道你嘴上死硬，其实心里怕跟我分手，怕的要死。这次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不过你长不好记性，下次不要再犯。把我衣服给我洗了，然后再去下碗面，等我洗完澡回来要吃。不是说让你带着家人来吗？手术出了问题，连个人签字都没有。你弟弟有后了，那你不高兴吗？你胃疼不过就是个小毛病，能比又萍的腿还疼吗？我是孤儿，没有家人。祝你生日快乐！许个愿吧。又华，你弟怎么还没来？又萍这边，又萍，这是你外嫂子娇娇。万幸，肿瘤是良性的，你捡回一条命。回家以后啊，要好好休养，千万别动气了。又萍，你看，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我把它刻在无名指上，这样的话，就算戴上结婚戒指也无法隔开我们。
好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了。右华，我要交换去法国了，走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什么事啊？做我男朋友。不好意思啊，我有女朋友了。真是的，又被他抢先一步。他要是对你不好，我一定会把你抢回来的。宋月华，我会一直喜欢你，不会放弃的。诗怡，这次我不会再错过你了。哟，穿的人模狗样，尾巴都差点摇起来了，嘴巴还那么死硬，亏我还以为你能有点骨气不来了呢。哥是真心爱嫂子，怎么可能不来？你们搞错了，我是在等。好了，右华，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就是放不下我。那倒没有。右华，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我也知道你是真心想和我结婚的，但是我的闺蜜她们都不放心你，要不你拿出点诚意，让她们放心一下。你把这份协议签了，咱们立刻就去领证。第一条，宋佑华需把李娇娇腹中孩子视为亲生，每月支付不低于1万元的抚养费。第二条，宋佑华需将弟弟宋佑平接到家中同住，并且不干涉宋佑平与亲生骨肉亲近。第三条，婚后李娇娇有权选择是否再次生育，宋佑华不得干涉。你们觉得我会签这种东西？这不是为了以后我们的婚姻幸福，省去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吗？是呀，哥。娇娇为了这份协议，可是一整晚都没睡，怕你觉得不公平，还特意叫了我们一起商量。别磨蹭了，快签啊！还是不是男人？你们把我当什么？以为我会签这种东西？还有，谁告诉你我要和你领证的？哥，你就别装了，赶紧服个软。好不容易熬到领证，要是娇娇反悔了，你后悔都没处哭。当初为了求娶娇娇，什么没脸没皮的事情没做过啊？今天还要当众在这儿丢人现眼吗？宋佑华，你演这出戏不就是为了让我多看你一眼吗？只要你把协议给签了，我和你立刻就去领证。我再说一遍，我是在等其他人一起领证，麻烦你们站远一点。哥，你就别硬撑了，我看着都心酸。宋佑华，这光天化日，哪有千金大小姐和你去领证？说大话，脸都不要了。时间到了，人怎么还没来？他反悔了吗？哥，你不是说10点领证吗？这都10点15了，你的千金小姐在哪儿呢？啊，让我们看看呀！老公，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只是回来拿我的东西，既然你都帮我收好了，那谢谢了。宋佑华，你装什么装？你大晚上的回来找我，不就是为了求我跟你领证吗？白天在民政局装的这么像样，现在后悔晚了。所以你高兴吧？宋佑华，你一个男的怎么那么婆婆妈妈？你想求我，你直说不就好了吗？李娇娇，你真的想多了，我只想回来拿我的东西走。他肯定后悔死了，就等我给他台阶下。宋佑华，你没有看到我都喝醉了吗？看到了，关我什么事？宋佑华，你长本事了！你看到我喝醉了，还不赶紧给我煮醒酒汤去？谁怪你喝醉的，你就找谁帮你醒酒去吧。宋佑华，我就知道你在这吃醋。你看看你那小肚鸡肠的样子。佑平只不过是心情不好，陪他多喝2杯怎么了？我还真就告诉你，你越是这个样子，我越是要跟佑平走得近。随你高兴吧。宋佑华，曾经你在我心里是唯一，现在你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你少在这跟我欲擒故纵，玩这么多小花招。你不许走，我命令你不许走。
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从今天开始，我要天天跟佑平玩到一起，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求。哇！让我们一起嗨起来！让宋幼华那个路子见鬼去吧！娇娇，你早就该跟他分手了。不，我要让宋幼华回来求我。那个舔狗肯定会回来求你的。难道是我哥回来了？不然还能是谁？肯定是他装不下去了，又哭丧着脸回来求我了。还得是娇娇啊，拿捏那个未婚夫跟拿捏一条狗一样。咱们一起去看看那个没出息的男人怎么告歉。走。您好，向林居22号这套房子，业主已经委托我们中介进行挂牌售卖了。我今天来是拍照测量的。挂牌售卖，这个是我们的婚房。我哥简直疯了，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们商量。会不会搞错了？宋幼华有这个胆量，敢对娇娇这样？谁让你进屋的？要么你把宋幼华叫过来当面对质，不然你就别想进这道门。宋先生，您房子的住户妨碍我收房，您快过来看看吧。哎，这宋幼华真的跟别人结婚了？不可能，肯定是请的演员。就是，他多喜欢咱们娇娇呀，打车几10公里就为了给娇娇送个防晒霜，这样的舔狗怎么可能和别人结婚？5秒钟之内，我要宋幼华跪下来求我。娇娇真霸气，训男人就跟训狗一样。就是，舔狗就该服服帖帖。我记得这个表情。这个要背这个，这个。哟，哥来了。娇娇，你喝太多酒了。你去大厅等着吧，结了账把我闺蜜挨个送回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明明就是条舔狗，还什么都要管。最瞧不起这种婆婆妈妈的男人。娇娇，跟我回家吧，朋友面前给我个面子啊！宋幼华，男人的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你要是有权有势，我朋友会看不起你。你没本事，还非要管着我朋友才看不起。李娇娇，我爱你时你说什么是什么，我不爱你时你说你是什么。宋幼华，瞧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找了个演员都跟我长得这么像，我看你就是放不下我吧。你现在给我跪下，我就和你领证。宋幼华，宋幼华，宋幼华，你给我等着！宋幼华，你给我等着，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老公，他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别理他，我们回家。老公，我有事要和你说。让我先说，我准备提交申请，过段时间就外派到你常住的国家工作，和你一起生活。怎么了？你不同意啊？不，恰恰相反，我已经决定要调回国内发展了。我要生活在有你的地方，照顾好你的身体，孝顺你的父母，做一个好妻子。原来被一个人爱着是这种感觉。谢谢你啊。我这就去拿东西，今晚我们就搬到一起。先陪我，晚点再去拿。宋幼华，去给我煮碗醒酒汤来。你别瞎想，我跟你弟弟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是清白的。宋幼华，你真的走了？我知道你是跟我玩欲擒故纵，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这回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让你回来。宋有华这么快就急着回来求我啦？宋有华，你给我过来！房子和资料上填报的没什么差别吧？哦，没问题，就是脏乱了些。没事儿，价格低一点卖掉我也可以接受。没问题。可是他们，我来处理。好的，那我找到买家，尽快和您联系。宋有华，你什么意思？这是我们的婚房，你说卖就卖？我们根本没结婚，而且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我有权处理。哥哥，你怎么能这样？这件事情妈早就做好了决定，就算你不为我妈考虑，也要为娇娇考虑吧。她一个女人家又怀了孕，那么请问，她怀的是谁的孩子？我再说一遍，我肚子里面怀的是你们老宋家的孩子。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问你妈呀，跟我在这耍什么小孩脾气？你个没良心的！你敢买房子，老早我就给你拼了！你敢挂妈的视频？你简直不孝！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房子的事情就这样，我还要忙。宋幼华，我真的生气了！你拿个破房子威胁我是吧？你要是再这样的话，这个婚我就不结了，证我也不领了。你怎么就跟没睡醒一样？我都当着你的面和别人结婚了，你怎么就接受不了事实呢？别装了，你就是请了个演员进民政局晃了一圈。你说你领证了，那人在哪儿？证在哪儿？你赶紧搬出去吧，我没空再理你。孙永华，你给我站住！那是什么？你给我拿出来！我说过了，我已经和别人领证了。我和谁结婚，不需要你的批准，也不需要给你看证件。肯定是假证，不然为什么不敢给我们看？对，你肯定是办了张假证。你为了让我多看你一眼，这是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我叫不醒装睡的人，随你们了。我觉得那张结婚证不像是假的，盖章和钢印都很真啊。他不是应该和娇娇结婚吗？怎么会？都给我出去！没事的，娇娇，哥他还不是为了争房子，去跟妈说，有妈在，这房子也动不了。幼平，还好有你在。宋有华这个王八蛋，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原谅他的。宋有平有蟑螂！宋有华他就是故意让我后悔的，我绝对不能上他的当。张总、李总，欢迎你们到这里来，我是 Top 设计的项目总监李娇娇。哎，之前和我们对接过的设计师宋幼华呢？对啊，叫幼华来，我们亲自对接标。张总、李总，是这样的，我们 Top 设计对此次项目非常重视，所以呢，决定提升此次项目的等级，为你们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什么意思？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个宋幼华，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设计师，他专业度不够，级别也不够，所以呢，会为你们提供更专业的人为你们服务。合作愉快。这次设计项目的专业性和艺术水准要求很高，我们只认可宋幼华。他一个舔狗有啊，不是，哎，别走啊！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优秀的设计师，我通通给你们叫来。嘿嘿，李总，之前谈的单子客户都取消了，他们都说只和宋元华谈。滚出去！哦。
听说这次的聚会是张氏集团举办的，怪不得可以请到 X 先生。我听说这个神秘天才 X， 他设计的作品只在网上流传，从来没人见过他真正的面目。张氏家族是维恩设计的背后财团，这次为天才设计 X 举办晚宴，肯定是已经签约 X。所有人都在盯着 X， 恐怕我们连跟他谈的机会都没有。我有办法让 X 自己来找我。真的？瞧好吧。什么 X 先生？我看也不过如此。什么？这位 X 先生的作品我在网上看过，我觉得我们拓普设计公司的水平可以一较高下。相信大家看完以后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有平，你这是干嘛？我们当众挑衅 X 先生，他一定会找我们讨个说法。到时候我们先道歉，来个不打不相识，谈合作的机会我就有。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以我们 TOP 公司的设计水平，会不会有点自讨没趣啊？其他的设计稿都很普通嘛。哎，唯独这个设计异常优秀，看起来完全不亚于 X 设计的水平啊。的确是天才之作，这是哪位设计师设计的作品？哎，这下边有落款，宋佑华。宋佑华。有事吗？宋佑华，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还有没有点责任心？你为什么要辞职？辞职是我个人的选择，不需要谁的批准。没事我就挂了。别挂！宋佑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耍这么多花样，不就是想和我结婚吗？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你只需要和我道歉，我就会原谅你的。李娇娇，摆正自己的位置吧，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宋佑华，你这个混蛋！休息一下吧，喝点汤暖暖胃。好啊。这简直是天才的设计方案，老公，我已经动用家族人脉，帮你准备了一场巅峰交流会，到时商界、设计界的宾客都会来参加。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就是天才设计师 X。正好让设计方案公之于众，拿下项目竞标。娇娇，我有办法能解决你业务上的难题。真的？我收到消息，3天后将有一场高规格晚宴，天才设计师 X 将会在晚宴上公布身份。如果我能把他挖到你公司，你还用愁业绩吗？太棒了，佑平，我真没有白疼你。等我拿下了 X， 我一定要抢走宋佑平所有的客户，到时候看他怎么求。宋佑华，这是哪位设计师啊？没听说过。哎，请问这个宋佑华是你们签约设计师吗？这么多设计图，他们怎么就看中了宋佑华的？有这么好吗？两位恐怕是设计项目的负责人吧？可以引荐一下宋佑华设计师吗？各位，我是宋佑华的亲弟弟。宋佑华是我们 TOP 设计公司的签约设计师，我们独家代理他所有的设计业务。是这样，能否引荐家兄给我们认识一下？当然可以。TOP 设计希望能与在座所有宾客达成合作。大家好像都很认可宋佑华的设计，看来是我低估他了。废物也难免抽成发挥一次，我们正好可以榨干宋佑华所有的价值，搭上 X 先生。也对，佑平，还是你有头脑。娇娇，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帮你更上一层楼。我知道你对我好。宋佑华，这可是行业顶级的晚宴，你要是不跟我闹脾气，我也会带你来的。宋佑华先生到。我就是宋佑华。他怎么来了？佑华，你来啦！您就是宋佑华先生吗？幸会啊！你好，我们来谈一下合作吧。没问题。麻烦各位让一让。诸位，我们兄弟有家事要聊，麻烦各位让一下。哥，
你过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宋月华，我就知道你还放不下我。既然你都大老远跑过来帮我站台了，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帮我谈业务。你想多了，我来这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娇娇，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这么不识抬举。宋月华，这里可是设计界的高端宴会，你已经被 TOP 设计除名了，还在这浑水摸鱼。我浑水摸鱼，你们冒用我的名义谈合作，现在反倒倒打一耙。哥，你真以为凭你一个画图的能吸引这么多宾客？他们谈的是生意，都是奔着 TOP 设计来的。宋月华，你的身份根本就不配待在这里，赶紧滚吧！他们不看重我的设计图，你们干嘛心虚，急着赶我走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里什么目的，你不就是看现在那么多大人物在这儿，故意想坏我的事儿，然后好威胁我不继续跟你在一起吗？厉娇娇，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一直都是你在自说自话。我们情分已尽，不会再让着你。娇娇，别跟他纠缠。X 来了。哥，你别做梦了，我看你是想红想疯了，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水平。你别乱说话，小心惹祸上身。你要是 X， 会老老实实给我画这么多年图？你到现在也不知道，你到底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一个满嘴大话的小设计师，换来了一个非常有脑子的男人，还有他的孩子。拓扑设计，原来就是你们三个剽窃 X 先生的作品，就是他们耍我们大，要你好看！抓起来！这里抓起来！抓起来！给抓起来！佑平，我们怎么办？哥，设计图是你抄的，你快把事情扛下来呀！现在后悔，是我让你们用设计图去招摇撞骗的。宋月华，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一人做事一人当，就算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你也要把责任担下来呀！是我的责任，我会担，但你肚子里的孩子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哥，这可是你逼我的，你也别怨我心狠。你一个人死，好过我们大家一起死。我举报宋佑华抄袭 X 先生的设计，我愿意帮你们作证，把他告进牢里去。我也作证，我亲眼看见他抄袭了 X 先生。他们也是被骗了，都是那个宋佑华搞的鬼。是你们要把事情做成，那就怪我反脸无情。诸位贵宾，我刚刚得到通知，维恩设计总裁张小姐与 X 先生即将到达现场。竟然还能看到张家千金，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是啊，不管是张氏千金还是 X 先生，我们只要与其中一位达成合作，下辈子都不用愁。佑平，多亏了你，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厉娇娇，你们拼尽全力，连我的背影也望不到。知道真相后，希望你不要后悔。现在就请大家共同见证传奇设计师 X 先生的最新力作，用这幅旷世杰作来迎接张小姐与 X 先生。这幅作品不就是TOP设计展示过的这幅吗？是呀，简直一模一样。佑平，这是怎么回事？这还不明白吗？肯定是他抄了 X 先生的设计，咱们这下撞枪口上了。这可糟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竟有人剽窃 X 先生的作品，在现场传播。我们郑重宣布，绝不会让剽窃者逍遥法外。哥，你说你抄就抄，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宋月华，你看你干的好事！有没有可能这两张图是同一个人画的，只是本名不同？你是说你就是 X？ 没错，我就是 X。是 X， 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轮到你在这撒野？从今天起，我代表建筑设计界彻底封杀你，
宋佑华，我也是。还有我，哥，不是我说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是早点服软，又何必这样为全行业做事？宋佑华，你这是拿自己的前程当儿戏呢，让我怎么把自己放心交给你？交给我？你肚子里面怀的是他的孩子，要交给他呀。宋佑华，我还要跟你说多少次？我和佑平之间清清白白，你为了跟我怄气，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我看你怎么收场。跟他废话干什么？保安，快把他抓起来啊！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把我抓走了，今天这个晚宴就办不了了。哥，你快别演了，你赶紧去拘留所洗洗睡吧，去早了还能抢个好铺位。宋佑华，你现在这个满嘴大话的样子真让我恶心。还好我当初没有选择为你生孩子。赶紧把他赶出去啊！赶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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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X， 我看谁敢！你说是就是，谁能为你证明？我能证明。我可以为他证明，他就是设计天才 X。你为他证明？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这场晚宴的举办人，张氏财团的继承人，维恩设计总裁张诗怡。她就是张家大小姐！天哪，我差点把 S 先生给得罪了。你们都被他骗了，她就是个临时雇来的演员，才不是什么张家大小姐。前几天他们还表演去民政局领证呢。堂堂张家大小姐，会不声不响的和这个小设计师结婚吗？没错，他就是我的丈夫宋佑华。这就离谱了，张家这样的世家，儿女结婚怎么会这么草率呢？果然是骗子头。他们两个冒充张家大小姐和大神 X， 我建议张家把他们彻底封杀。你看你自作聪明，早听我的多好，现在我也救不了。竟然骗到了张家头上，这下他们可惨了。见过大小姐。真的是张氏千金？什么？怎么，我张氏千金的身份也是演的吗？你居然真的是张氏千金？那你怎么会跟这么一个小设计师结婚？他是我最爱的老公，才不是什么小设计师。是你有眼无珠，不见真实。张大小姐，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请您务必赏脸，跟我合作。大小姐，跟我合作吧。佑平，我们快走吧，张氏千金是我们惹不起的呀。我明白了，他把所有人都骗了。大小姐，我100%确定，你被骗婚了。哦，我被骗婚了，你怎么知道的？骗婚？这个人在我们李总监手下工作了好些年，到现在还只是个画图的。要不是我们李总监照顾他，他连业绩都完不成，怎么可能是大神 X 啊？没错，他这个人不仅是个小设计师，还是一条舔狗，死乞白赖的舔了我好多年。不会这么狗血吧？现在这种事很多，现在的骗子专门就盯着像这种涉世未深的豪门小姐。我以前也和 TOP 合作过，这个宋佑华，我好像真的见过。像这样的人怎么配做张家的女婿？你可别被他给骗了！你们两个给我闭嘴！宋佑华，你在骗我是不是？其实你就是那个没钱没名的小设计师，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神 X， 是不是？你根本不在乎我是不是 X， 你只是心疼错过了 X 这个金龟婿。我当然应该心疼，本来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呀，本来只要我要，你就会把一切都给我的呀。以前我确实会，但现在不瞎了。我要感谢你的眼盲心瞎，把这世界上最值得爱的男人留给了我。3天后，我和 X， 也就是我的老公佑华，将举办盛大婚礼，在场的各位贵宾还请赏脸参加。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张诗怡嫁的是最优秀的男人。恭喜二位，天生一对，骄傲天成。祝贺祝贺！一定到场。常有华，我们得罪不起了，乔乔，我们走吧。宋佑华，你根本就是在骗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你雇来的演员，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后悔，是不是？把这疯子给我赶出去！
宋有华，你不能跟这个女人结婚，你这辈子都只能是我的舔狗。张总，你看我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现在换合作对象不合适吧？李总，我们除了宋有华，还有很多优秀设计师，不如你再考虑。周总，周总。上班时间你们在聊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宋幼华的结婚请柬。我们刚才还在说呢，他不是和李总您结婚吗？这个张诗怡是谁啊？我让你们胡说八道，让你们上班聊闲话，我让你们多嘴，让你们……李娇娇，你疯了吗？总经理，他们上班时间聊闲话，造谣。你被解雇了。明明是他们造谣！你1个月把公司的项目丢个干净，再留你，公司就要倒闭了。他们每个人都要找宋幼华，我能怎么办？你也不想想，要不是为了留住宋幼华，凭你的业务能力，我也能提你当总监。不知所谓，滚蛋！该死的宋幼华，我绝对不让他好过。没错，我们一定不放过他。幼平，还好有你，我们结婚吧，给肚子里的宝宝一个家。那怎么行？我还指望你勾引宋有华呢。让他们说个尽兴，不然容易捕风捉影。他们说的也没错，我就是个好。宋有华，我看你这是明知道瞒不住了，只能装作。其实心里慌的呀，估计小腿都在抽筋。大小姐，你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追我的吗？早上熬粥，晚上煲汤，连夜开几10公里的车，就是为了怕我淋雨打不到车。晚上通宵熬夜帮我做方案，就他这么一个舔狗，怎么可能是大神 X？ 对你好也有错吗？为什么说的这么难听？有本事的男人对女人好那叫宠，没本事的男人那就叫舔。他就是个没出息、没本事的舔狗。以前对你好是我眼瞎，觉得你值得，这一点说的没错。但你凭什么认定我不是 X？ 那张设计图我可是先给你，你没采纳，我才给了韦恩设计。如果我不是 X， 那难道是 X 抄袭我吗？对呀 ，X 的新作才刚刚发布啊！他真的是 X， 怪不得张家大小也愿意嫁给他。我记起来了，当时你拿了一张图给我，我说很奇怪，让你换个更稳妥的方案。以你的业务水平，这个方案确实太超前，这是天才才能画出的节奏。唉，真是没福气啊！大神 X 一心一意对他却搭上一个瘸腿小白脸儿。这春妮人亏麻了，这是扔了一座金山呐！不可能，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是大神 X。娇娇，我当然想娶你，但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照顾你啊？这房子眼看就要被卖了，都是宋有华把我们害成这样，我绝对不能让他好过。至少也要让他养我们后半辈子。没错，宋有华，我们一定要把东西都夺回来。不过现在他是设计大师，客户都在他那里，我能怎么办？娇娇，你又犯傻了。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怎么跟他抢客户，而是怎么拿捏他，让他赚钱养我们，成为我们的提款机，这才是正事。那我要怎么做？那还不好办吗？他舔了你这么多年，爱你都爱到骨子里了，你只要服个软，跟他认个错，他还不立刻回头？我给他服软？怎么可能？这么多年，只有他给我服软道歉的份儿，让我给他道歉，绝对不可能。娇娇，他现在马上就要和张大小姐结婚，就算结婚，他心里也放不下我。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回来找我的。不信，你就等着看吧。你这蠢！娇娇，你说的对。你看啊，张友华的请帖在整个公司都发了个遍，唯独你没有收到。他就是故意气你，他越是故意气你，越是证明心里有你。佑平，你真聪明，他绝对就是这么想的。娇娇，为了给你和我们的孩子一份保障，我特意托人买了一份保险。佑平，你对我真好。
德国怎么都是英文的？我也看不懂啊。这是国外的保险，保额更大。娇娇，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佑平，我知道你对我好，能给你生个宝宝，真是我这辈子做的最不后悔的事情。娇娇，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我相信你。受益人钱这里，老子下半辈子有着落了，1000万的借款够你还到死了，蠢女人。你还记得这里吗？当然记得，读书的时候，同学们都喜欢在这儿聚餐，我们就是在这儿认识的。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值得重新认识一下。你好，张诗怡，我叫宋佑华。这个呀，是我奶奶留给我的，说是认准了一辈子的孙媳妇儿才能给。套路好油腻，我可是看在奶奶的面子上才答应你的。走。宋佑华、李娇娇这2个蠢货，被老子耍得团团转。喝太多啤酒了，我得去解个手。先生，需要帮助吗？不用了。太好了，平哥，你的腿没事了，那咱们今晚一定要嗨个够。当然要嗨个够，老子再也不用装学了。李娇娇那个蠢货，替我签了1000万的借款合同，老子下辈子都可以花天酒地了。原来你弟弟根本就没断腿。原来他当年出车祸根本就不是为了给我送药，甚至都不是为了跟李娇娇鬼混，而是为了勾搭别的女人。他也太狠了，竟然害李娇娇欠了1000万。要不你还是打个电话通知他一下，我都于心不忍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希望他能醒悟吧。宋月华，你知道给我打电话？李娇娇，我和宋佑平在同一家饭店，他正在跟别的女人喝花酒。你别胡说了，佑平他是出去谈业务去了，你有事就直说。我在跟朋友吃法餐呢，没空陪你兜圈子。宋佑平的腿根本就没断，他在骗你。喂，宋月华，你真让我恶心。为了见到我，你是什么瞎话都说得出口。娇娇，你不是说你谈业务去了吗？宋月华，你怎么也在这儿？张大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宋佑平，今天我和诗怡要是不来，恐怕要被你骗一辈子。这个女人是谁？娇娇，你听我跟你解释，这都是误会。宋佑平，你怎么能这样？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娇娇，我根本都不认识这个女的，是她自己来搭讪我的。宋佑平，你这个王八蛋！你闭嘴！娇娇，你听我跟你解释。你跟我说你去谈业务，却跑到这里来，还说这个女人自己跑到你的怀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们都在骗我！你们都在骗我！神经病啊！不是，娇娇，娇娇，你冷静。你们都在骗我，为什么骗我？为什么骗我？宋佑华，你看你干的好事。不长眼啊！那不是你那个混账弟弟吗？李娇娇那个破鞋我是玩腻了，还得是你呀，静静。平哥，那我呢？你也厉害。他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像残疾的样子。他的双腿是因为给我送胃药才出的车祸，也正因如此，李娇娇一直觉得我亏欠于她，才做出了那种事。可你未婚妻报恩的方式也太……好啦，不必为了一些又蠢又坏的人低落。
他们从没把我当做过亲人。平哥，你都坐轮椅了，还能行吗？当年要不是你非要在副驾驶挑逗我，至于成现在这样吗？对不起。当年他不是给我送胃药吗？怎么和女的在一起？我开玩笑的，宝贝。你以为我真瘸了？啊？来，再让我好好感受一下当时是怎么顶的。宋月华，你为了见到我，真是什么瞎话都编得出来。宋佑平就在我面前和别的女人喝花酒，他还跟别的女人吹牛，说让你签了1000万的借款合同。那是佑平给我买的保险合同。宋月华，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要真的想见到我呢，你就直接说，没有必要在这编瞎话、造谣、兜圈子。我最后忠告你一次，你要不信的话，你就自己来看吧。我真是多管闲事。问心无愧就好。宋月华，既然你找借口想要约我，那我就给你个机会向我认错道歉。不过想让我原谅你呢，可没这么容易。宋月华果然在这，怎么那个女的也在？宋月华，你什么意思？给我道歉，你带个外人干什么？该道歉的恐怕不是我。总算甩开了李娇娇那个蠢女人，今天咱们要爽一整晚。宋有华，你看你干的好事，娇娇为什么哭你不知道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还不是因为你最近一直气她，娇娇才发了这么大的火。娇娇，你说我说的对吧？你把我当傻子吗？骗我喝好玩吗？娇娇，你真的想多了，咱们冷静一点好不好？我无法冷静，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你却背着我在外面勾人。是你让我悔婚和你在一起，又是你说的，说宋月华人家厉害，让我嫁给他。都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这个孩子我不要了！你疯了！你不是瘫痪很多年了吗？宋有平，别对我发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被你们知道又能怎么样？身为哥哥嫂子，照顾一下我这个弟弟不是应该的吗？再说，我说他我也很累的好不好？你们还给我委屈上了。没事吧？月华，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谢谢你今天让我认清这个渣男。你等着，我今天就去找他把话说清楚。你等着，我会回来和你在一起的。你不许走！把我的钱还给我！不是你脑子进水了吗？钱都给你买保险了，哪来的钱？我已经找人查过了，那根本就不是保险合同，那是借款合同。孙有平，你是不是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让开！信不信我把你的孩子打掉？真当老子不能生呢？只要有钱，想给我生孩子的人从这里排到了国外，给你点脸，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宋佑平，你他妈还想往哪儿躲？你之前借了1000万，今天要还50万的利息。今天要是还不上，老子就打折你一条腿！哎，两位大哥，这款合同是他签的，你们找他要。既然你有钱，就替男人还上吧。宋佑平，你是不是个男人？你个王八蛋，怎么给我去死！那行了行了，你俩别他妈演了。今天要是还不上，你们俩都得死！滚开！你到底还不还？好痛，好痛，好痛！
正好丢掉了还省事儿。我愿意。幼华，我来了。娇娇，怎么又有新娘子？我不需要你道歉了，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们结婚吧。李娇娇，你看不到这是我和诗怡的婚礼吗？别胡闹了。幼华，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之前答应过我，你说你会为了我放弃一切，你会永远爱我的。李小姐，这是我的婚礼，请你出去。好一个张氏大小姐！我放在那里的东西怎么就被你偷走了？我说了我不要了吗？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你这个小三，仗着有几个臭钱，你以为幼华真的爱你吗？这女的是疯了吗？居然敢这么说大小姐？是呀，我就是真心的爱她。她也不是小三，是我此生的挚爱。我也曾经真心对过你，是你自己不好好珍惜。现在一切都晚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说的都是气话，对不对？你的挚爱明明就是我，我认输了，我道歉，我向你道歉，我来求你复合了，好不好？如果你要我跪下，我也可以。来人啊，把他带下去冷静一下。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我肚子里这个渣男的贱种，对不对？如果我把他拿掉的话，你就会和我复合了，对不对？这应该是我参加过的最豪华的婚礼，不愧是张氏啊！听说这次婚礼是董事长亲自点头的，看来对这个新姑爷很认可呀。哎，这次婚礼要是圆满成功，张氏又出了一名新的年轻掌权人。玉宸双偶，良缘缔结。今天张氏集团诚邀各位贵宾一起来见证张氏千金小姐张诗怡与设计大师宋有华的婚礼，大家有请新娘登场。不愧是张氏千金，果然是仙女下凡。请大家欢迎新郎登场。男才女貌呀，真是般配呀！新郎，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或健康，美貌或失色，顺意或失意，你都愿意爱他、安慰他、保护他，并且在你的一生之中只对他忠诚吗？我愿意。新娘，你愿意面前的这位男人成为你一生的新郎吗？我愿意。够了，李娇娇，我跟你再说最后一遍，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有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生活，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大小姐的婚礼也敢胡闹，带下去。幼华，求求你，幼华，别抛下我！我真的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对不起，老婆，吓到你了。没事。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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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少生贵子啊！好嘞，好嘞，谢谢啊。幼华，幼华，我求求你，你跟我复合吧，我给你生孩子，一个不够生2个。幼华，幼华，幼华，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原谅我吧，
老公，你还记得那个李娇娇吗？她好像死了。咱们回家吧。老板，谢谢老板，给点口吃的，老板。这里不允许进了，快走，快走，快走！老板，给点吃的，老板，给点吃的。哎，哥哥，这是我的哥哥！你疯了！高高要是你哥，我就是你爸！快滚！哥哥，哥哥，你给我滚！我是有平啊，哥哥，哥哥。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宋先生您好，这里是民政局，你预约了明天早上10点的婚姻登记，请准时到点办理。是张诗怡，她竟然约了明早登记，果然还是老样子，风风火火的。幼华，我知道，你就是因为我最近忽略了你跟我说的气话，对不对？你放心，明天领证我一定准时到。你真的生病了？不过看你现在好好的站在这儿，一定没有什么大事，是吗？你放心，我保证，我以后一定抽出时间来陪你。幼华，幼华，你跟我来书房一趟。幼华，你别再闹别扭了。和你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妻子的。没有和你商量怀孕的事情，是我不对。这怎么了？哦，对了，你的那个护身符呢？小傻瓜，干嘛领着雨去庙里啊？为了给你求这个呀，大和尚说要3步1跪才灵验，希望以后能保护你的胃好起来。傻瓜，那个护身符我一直随身带着，因为曾经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你把护身符给我吧，佑平想要。你说什么？你想要，我到时候再给你买一个就是了。佑平他腿断了，最近心情有点不好，你把护身符给他。你做哥哥的不能多让让他吗？李娇娇，你真的喜欢过我吗？你无理取闹也要有个度好吗？我都答应给你领证了，你还要怎么样？连个护身符都舍不得给，我还指望你以后怎么对我好？都这样了，他就只记着佑平想要护身符。喂，中介吗？帮我把建设楼的房子挂牌出售吧。幼华，哎，医生，我去挂牌房屋测量，我一进门我就看见躺在那儿了，然后我就叫救护车了，这跟我可没关系啊！哎，幼华，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这中介给我打个电话。宋佑平他就是个畜生，他居然这么对我。幼华，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只是来确认我的房子里有没有发生命案，诗怡还在等我呢。宋佑华，你不就是介意我给佑平怀了个孩子吗？我现在把那孩子拿掉，我给你生一个，我给你生一个孩子好不好？你真是疯了！我真不敢相信以前竟然那么喜欢过你。幼华，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对我的，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再一再二不再三，一次次的机会都是你自己放弃的，怨不得谁。幼华，你胃疼就这么长时间了，早点不来做检查，这样很有危险的。等检查报告出来了，一定要住院啊！老毛病了，没事的。娇娇的项目正在关键时期，就算拼上这条命，我也要帮她拿下。幼华。
跳槽到我们维恩设计吧。2个月后的巴黎建筑设计展，我让你做主设计，让全世界见证你这个神秘设计大师的亮相。师爷，我不会跳槽的。我和娇娇马上就要结婚了，她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那我就只能祝福你们了。你要是后悔了，记得找我呀。我说的不是跳槽，是结婚哟。娇娇，你现在怀着幼萍的孩子，要好好的养胎。这工作上的事啊，就交给幼华去做。设计方交给我总，就按期养胎。好，都听你的。娇娇，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下周就要结婚了，你怀了我弟弟的孩子。我，你怎么来了？你不会是在跟踪嫂子吧？我是来看胃病，没想到撞破你们的好事。幼华，你不要想的这么龌龊，我和幼萍是清白的。都怀了他的孩子了，还好意思说是清白的。幼华，我和幼萍是人工受孕，当初她也是为了给你送胃药，所以才出的车祸。如今只能在轮椅上，除了我，还有谁会给她传宗接代呀？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老宋家。和我结婚，却帮我弟弟生孩子，你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宋月华，我帮你弟弟留个后，你都要说3道4，你让我以后怎么才放心把自己交给你？你弟弟有后了，那你不高兴？拖他的后腿，有你这样的当哥哥吗？装，又在装逼。要是不因为你，幼萍也不会落个残疾。啊，嫂子，别和哥吵，这事都怪我，是我不中用，成了残废，拖累了这个家。你看看幼萍，再看看你，都是我儿子，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我告诉你啊，3日内搬出婚房，娇娇要去养胎，我和幼萍要去服侍她。你要找母后大孙子，你就不是我儿子。我们走。张师爷，我们结婚吧。真的，你终于想清楚了。我现在就订回国的机票，你可不许反悔。下周民政局见，老公，木啊。